Google 今年在 I/O 大会上花了12小时，让一群 AI 自己写出了一个能跑毁灭战士的操作系统。93个 agent，26亿 token，总成本不到$1000。这只是这场2小时发布会里的一段 demo。今年 Google I/O 发了100多项更新，从模型、开发者工具到搜索、消费端、购物、创作、硬件、科研都有。CEO 皮柴一上场抛了几组数字：Gemini App 月活9亿，覆盖230个国家，70多种语言。Gemini 系列模型过去1个月处理了3200万亿 token。Nano Banana 自上线生成图片超过500亿张 AI Mode， 在搜索里月活也过了10亿，每个季度查询量翻倍。这些数字摆在一起，告诉你的是 Gemini 已经不是一个独立 App， 搜索、邮件、地图、购物、开发工具、操作系统乃至眼镜里面跑的都是同一套底层。下面我顺着发布会的节奏，把这次值得讲的内容过一遍。先说模型这条线， Google 这次同时推了2款，第一款是 Gemini 3.5 Flash， 定位是前沿智能加上行动，基准测试上反超了上一代旗舰 Gemini 3.1 Pro， 在 Terminal Bench 的测试中拿了76分， Agent 几个 benchmark 都很硬，输出速度比其他前沿模型快4倍，做过专门优化后能跑到12倍。3.5 Flash 最戏剧的演示就是开头说的那个操作系统的故事，93个子 Agent 并行12小时，从一个空项目开始，写出调度器、内存管理、文件系统，中途发现没有视频和键盘驱动 ，Agent 自己又补了上去，最后把 Doom 跑了起来。这件事在上一代旗舰 3.1 Pro 上做不到，换到 3.5 Flash $1000 API 跑完。另一边是企业客户， Shopify 用它做商户增长预测， Macquarie Bank 用它解析100多页的合规文档， Salesforce 把它接进 Agentforce 跑多轮工具调用。 Google 还说自己内部开发任务每天处理的 token 量从3月的5000亿涨到了现在的3万亿以上，意思是这个模型他们自己也在天天用。 3.5 Pro 还在内部使用中，预计下个月推出。第二款也是这次更大的一个发布是 Gemini Omni， Google 给它的定义是从任何输入生成任何输出，先做视频，之后扩到图像和音频。 Omni 最关键的突破是对物理世界开始有理解，重力、动能、流体动力学这些以前生成视频经常翻车的部分，现场放了几个 demo， 一个普通镜子在被触碰时像液体一样泛起涟漪，触碰者的手臂同时变成镜面材质，夜晚公寓的灯随音乐节奏点亮，小提琴手被传送到指定环境，小提琴消失，再切换到肩后跟拍机位，每一步都是接着上一步再改，原始演奏没有被破坏。它还有几样大功能，最关键的是对话式编辑，上传视频后用自然语言改镜头、风格、动作，多轮编辑之间角色和场景保持一致。素材引用方面，图像、文本、视频、音频都可以混着用作为输入，还有数字分身 Avatar， 让用户以自己的形象和声音出现在生成视频里。Gemini Omni Flash 是这家族第一款模型，今天就上线 Gemini App、Google Flow 和 YouTube Shorts， 付费用户能用。所以这次模型层的事很清楚，一边是 Flash 在执行能力上的跃升，一边是 Omni 把视频生成往世界模型方向推。模型之外，开发平台 Antigravity 升到了 2.0， 从 IDE 变成独立桌面应用，重点转向 Agent First。 同时发布的还有 Antigravity CLI、SDK 以及 Gemini API 里新的 Managed Agents， 一次 API 调用就能为 Agent 申请一个远端 Linux 环境。前面 OS Demo 用的就是这套底座，具体的开发参数这块我就不展开了。Google 还为开发者准备了一桩活动 Build with Gemini XPRIZ 黑客松，奖金池200万美元，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到搜索这块， Google 自己把它称作对搜索框25年来的最大一次重做。新的智能搜索框支持文字、图片、文件、视频和 Chrome 标签作为输入，会在用户打字时给出超越自动补全的 AI 建议。用户问完一个问题，可以从 AI Overview 直接跟进 AI Mode 的对话，上下文会被带过去。更夸张的是 Antigravity 直接嵌进了搜索框，现在搜索框可以为你写代码。问黑洞如何影响时空，
Google 现场调用 Antigravity 写出一个可交互的可视化组件给你看，问双黑洞如何产生引力波，再写一个可调参数的界面。这些都不是预先做好的网页，是搜索结果当场生成的 mini app。更大的变化在搜索 agent 上。Google 把这一阶段定义为信息 agent， 用户在 Search 里建立一个 agent， 让它24小时盯着特定话题，比如市盈率低于15，现金流为正，负债较低的生物科技股，某地租房信息，特定品牌的球鞋联名，商品上新，运动员的合作动态。当条件触发， agent 会综合结果再发回给用户，用户随后可以接着采取动作。信息 agent 计划今年夏天对 Google AI Pro 与 Ultra 订阅用户开放。搜索从我去找信息变成信息找我， Google 把这叫搜索的新时代。消费端这块 Gemini App 整体改版了，新设计语言叫 Neural Expressive， 最新设计体现的是流体动画，更鲜艳的色彩、新字体和触觉反馈。Gemini 回答的不再是一段文字，同一个问题 Gemini 会现场为答案设计版式，可缩放的交互图片，可滚动时间线，嵌入视频。Gemini Live 被整合到了主界面，打开即用。Gemini 内置了一个新的 agent 早报 agent， 开启后通宵跨 Gmail、Calendar、Tasks 整理今天值得关注的事项，给出下一步行动建议。从产品深度和开放策略看， Gemini Spark 是面向消费者分量最重的一款，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24小时在线的个人 AI agent， 跑在 Google Cloud 上，关掉电脑，锁上手机，它还在后台干活。Spark 可以一次性接收你的语音多任务，给新邻居写邀请信，再创建一份孩子学年结束前的待办文档。Spark 把这串拆成独立任务并行做完，结果在手机和电脑间同步。它能跟踪孩子学校的邮件，每天给你发摘要，能解析信用卡账单，标注隐藏订阅费。要做转账、发邮件这种高风险操作时，它会停下来问你。Google 在路线图中列出的下一批能力包括直接给 Spark 发短信和邮件，创建自定义 agent， 按预算与商家设定授权付款，操控本地浏览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 Spark 还会进入 Chrome， 成为能在网页里执行任务的代理浏览器。购物这边 Google 推了 Universal Cart， 一个跨产品的智能购物车。你在 Search、Gemini App、YouTube 或者 Gmail 里看到商品，都能加进同一个购物车。商品入车之后，购物车自己在后台监控折扣和价格历史，提示降价或补货，标出商品兼容性问题。比如你在组装台式机，下单了和主板不兼容的 CPU， 它会提示并给出替代选项。它的底层是 Google Wallet，能读懂你绑定的信用卡的福利和商家优惠，主动算出哪种支付方式最划算。跟它配套的是 Agent Payments Protocol， 简称 APR。你告诉 Agent 想买的品牌、产品和预算上限， Agent 在符合条件时才下单，整条记录留下不可篡改的数字凭据。APR 接下来几个月先会在 Gemini Spark 里上线。创作工具这块也密集发布了一组 Google Pics，是 Workspace 里新的图片创建工具，基于 Nano Banana 做派对海报、信息图。Stitch 是设计工具，用文字或语音描述需求，它边写边改界面，可以直接导出代码或发布网站。Google Flow 把 Omni 接了进来，新加的 Flow Agent 能把单步生成变成多步任务，批量出16个机位的镜头。Flow Music 则把对话式编辑搬到音乐，换语言、换流派、换乐器都能描述完成。硬件这块今年只有一条主线，智能眼镜；2条线，音频眼镜和显示眼镜。音频眼镜走的是 Gemini， 语音入口无显示；显示眼镜则在镜片里呈现信息。音频眼镜先量产，今年秋季上市。三星做硬件， Warby Parker 和 Gentle Monster 做镜架，兼容安卓和苹果。发布会演示者通过眼镜让 Gemini 导航中途插入一家咖啡店，调用 DoorDash 自动下单，把家庭晚餐写入日历。眼镜还能和 Pixel Watch 配合，眼镜拍照、手表预览。Nano Banana 当场生成卡通版本。X-Rail 跟 Google 合作的显示眼镜 Project Aura 这次更新了硬件，搭载 XES 空间计算芯片，分体式设计，把处理单元从镜框分出来。Google 这次没有公开发布日期。安卓 XR 与安卓17目前还是2个系统，两者会不会像安卓与 Chrome OS 那样最终合并？ Google 没有正面回答，但路线图里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剩下几件事一起带过。Gemini for Science 是一组面向科研的工具，
3个实验性工具上线 Google Labs。SenseID 推出3年来累计加水印的图片视频超1000亿张，这次扩展到 Search 和 Chrome。OpenAI 和 ElevenLabs 也加入了这套体系。CodeMender 是一个针对代码漏洞的安全 agent。Ask YouTube 把对话式搜索体验带进了 YouTube。最后一块，订阅和商业模式，这是这场发布会最值得想一下的地方。Google 把订阅价格表又改了一遍，新增一档$100一个月的 AI Ultra 计划，给开发者和知识工作者，原本$250的最高档下调到200。Gemini App 的额度从提示词计数改成了使用量。同样订阅下，文本任务跑得多，图片、视频、代码这种重型任务消耗得快。过去20多年 ，Google 代表的是免费互联网模式，用户用注意力和数据换服务 ，Google 用广告和分发赚钱。但是大模型推理的成本远高于传统的搜索，每一次的推理都意味着持续运行的算力消耗。随着 AI 和 Google 全家桶绑定的越来越深，过去那种靠付费解锁更好功能的定价策略，已经越来越难撑住不断上涨的成本了。所以这场 I/O 表面上讲体验升级，背后是 Google 在重写自己的收费方式。免费入口不会消失，它仍然是 Google 获取用户、数据和生态位置的基础。但 Google 在这之上又叠了一层智能服务，这层东西就不会免费了。把这场发布会的产品摆在一起看，脑子里会留下2件事：一边是 Google 在从一家免费互联网公司慢慢往 AI 订阅基础设施公司挪，这是商业模式的转向；另一边更微妙，当 Agent 越能办事，原来应用的概念就越被稀释。搜索结果页、商品页、邮件、文档、地图，这些过去是用户停留并完成动作的地方，现在退到 Agent 后面，变成 Agent 调用的工具。至于这层智能会把多少旧规则重写，发布会上没给答案， Google 自己也答不上来。最后问一下，你愿意每个月为一个能替你跑邮件、安排日程的 AI 付100块钱吗？